于是李长寿弱弱地唤醒了这一只魂魄。那书生从迷蒙之中醒来，先是化作常人一般大小的虚影，而后这虚影渐渐凝实。通天教主将自己圣人威压完全收敛，气息也未曾显露，生怕一个眼神就震碎了这来之不易的帮手。相较上次与李长寿交谈时的模样，这书生此时并无太多变化，也就是眼圈黑了一些，身周飘着一缕缕粉红色的气息，脸倒是更白净了几分。书生眨眨眼，渐渐地恢复神智，看着眼前这两个赤诚相待的青年道者，禁不住歪了一下头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书生还活着的时候也是听说过的，城中有几个富商家中养着男眷，自己走投无路时也曾因这一点点的英俊潇洒，差点就答应来游说自己的花楼掌柜。眼前这是什么？就听这两位神仙当着他的面交谈。左侧那个纯陌生的男仙皱着眉道：长庚师师，这魂魄这般虚弱，能行吗？右侧那名明明也十分陌生，但是莫名有些熟悉的男仙笑道：师叔想让他行，他自然就行。书生哆嗦了几下，颤声道：您想做什么？我没有身体，只是鬼魂啊。通天教主露出温和的笑容：莫怕，我与你商量一件大事。书生目中露出少许绝望：神仙连魂魄都不放过吗？长庚，师叔莫急，让我与他商量商量。李长寿对通天教主做了一个道揖，在水池中将书生的魂魄拉去侧旁。怎么，不认识了？书生老老实实的点点头。待李长寿化作水神的容貌，放出一缕自身气息，这书生顿时是松了一口气。老神仙，是您啊！多谢老神仙搭救，让我免遭那恶鬼吞噬。恶鬼应当指的就是冥河老祖。你遭那惊险，也是因我将你从18层地狱带出来，不然你在18层地狱好好的享受酷刑，也不用外出走这一遭。此事不必道谢，不必道谢。书生顿时想到了一点什么，哭丧着脸小声哀求：您能不能不将小的送回地狱？小的以生为人，凑合，真的没做过大恶。那判官都说了，很多业障都是被摊过来的。你不想回去受灾？这就有些不太好办了。毕竟这不服天规啊，我虽是神仙，也不能无故对你这般破例。除非……您说，小的做什么都行。现在有3个选择摆在你面前，我知你在做选择时很困难，但我必须将这些对你说明白了。第一个选择，我送你回18层地狱，对地府判官求求情，让他们给你减一点刑期。那样呢，你在18层地狱消了业障，还是有轮回投胎的机会的。不过可能要做几辈子重受鸟鱼。第二个选择，你态度消极地帮我做一件事，就是去揍一顿那个要吃你的恶鬼。当然了，我定会用手段让你稳赢，你只需按我说的做就是。此事若是能成，你今后也算是半个神仙，甚至可以长生不老。就是相对来说，不可以随意乱走。第3个选择，你全力以赴帮我这一次，那我也全力帮你。有这位高人之在，定会保你不死。此事就算是不成，那我也会保你做一个小神，如何？书生的嗓子颤抖了一下，这次倒是挺痛快的。您这不是明示让小的选第3个吗？这就是机缘呐，小伙子。可不可以问一下，您是哪位神仙？我？天庭的水神，但凡是与水有关的，都归我管。你也听说过江河湖海都有龙王吧？书生老老实实的点头。他们想要去当河神、湖神，
都要我点头。书生哆哆嗦嗦地问：神仙不骗人吧？李长寿的目中满是凝重，正色道：我不骗你。那书生一咬牙，双眼慢慢明亮：我全力以赴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李长寿顿时露出淡淡的微笑，看向一旁的通天教主，后者不知何时站在池边，背负双手，仰头看天。我这种循循善诱的处理方式，通天师叔莫非有些不喜？就听通天教主轻轻一叹：长庚，弟子在我碧游宫开个木华书院吧，我给你副教主之位，好好教教本师叔的这些弟子。好家伙，果然啊，王母和玉帝的凡尘爱情故事，圣人老爷都看了直播呀。副教主什么的，虽然听着很让人心动，但是李长寿决然不敢答应。不说截教如今运薄西山，就是太清老师恐怕也不会应允。他是人教弟子，如何能在截教客串副教主？自然了，通天教主说笑的成分居多，并非是直接下圣人法旨。如果说太清老师完美诠释了何为道之顶点，那上清师叔就是在演绎如何以真性遇道。待他们各自收拾好道袍，离了这一口宝池，通天教主还示意李长寿先不要说出解决办法，趁机考一考这截教众弟子。结果让通天教主是哭笑不得。多宝带着众截教先商量一阵，还真就得出了几个法子。比如支持者最多的方案是破坏掉冥河老祖的残魂记忆，把冥河老祖的残魂改造成宝物之灵。缺点是万一冥河老祖装傻，那这就是最大的隐患。再比如赵公明提出的办法，组团去灵山山门前躺下把这个红莲往地上一摔，就说是灵山毁了他们截教至宝，让他们灵山赔一个一模一样的，不服的话就诛仙4剑照灵山。缺点是容易引发圣人大战，把洪荒5部洲彻底打没。总之呢，众截教仙集思广益，纷纷出谋划策，却始终破不了当前困局。倒是有近半数的截教弟子对此不以为然，觉得红莲可有可无，他们截教这么多年不都一样过来了吗？现在还不是万仙来朝的第一大教。待神清气爽的通天教主带着神清气爽的李长寿，神清气爽的回了碧游宫大殿，又神清气爽的在最熟悉的位置宝座前的台阶上侧身一摊，通天教主笑道：都说说有什么好法子没？几位截教大弟子纷纷献策，通天教主听得不断点头，又不断地指出不妥之处。台阶前，云霄仙子好奇地看脸身旁的李长寿，似乎是在用目光问询刚才发生了什么。李长寿淡定的一笑，眨了一下左眼，一切尽在不言。正此时，通天教主道：长庚，来说说你的法子，让你这些师兄师姐看看什么才是谋划谋算之道。他们谋算安排之事比你差得远了。听闻教主此言，众截教弟子顿时有些不服气地看向李长寿。李长寿露出几分尴尬的笑容，对着各处做道医，忙说这是老师点化的法子，将自己的狸猫换太子之计详细地解释了一遍，并将那书生从法宝中拉了出来。赵公明皱眉：这也能行？值得一试。多宝赞叹：师弟在那修罗古城中，莫非就想到了此事，用均衡之道塑造了这般人族魂魄为引子？为何咱们当时面对冥河老祖的残魂就没想到这么远？金灵圣母没好气地道了一句：想什么？那不是都睡着了？多宝道人嘿嘿一笑，周遭顿时响起了愉悦轻松的笑语声。说做就做。通天教主执掌红莲，李长寿带着那魂魄凑了上去，将冥河老祖的残魂解封。因通天教主的一剑，冥河老祖的残魂已经没有了多少力道，但也绝非这书生可比。故李长寿再次施展均衡大道，这一次没有花太多力气，就将冥河老祖的残魂与这书生的魂魄均衡。随后通天教主点出一指，以圣人之能将冥河老祖近乎完全镇压。李长寿的掌心涌出一缕缕金色功德，包裹住冥河老祖的残魂，
借此让红莲对冥河老祖残魂形成一种排斥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用了一点咒法，让书生的魂魄变得暴躁起来，再将书生投入红莲之中。几乎只是瞬间，书生与红莲相融，开始在那冥河老祖手中争夺红莲的掌控权，就如夺舍一般。在侧旁通天教主李长寿截教众大弟子的相助之下，冥河老祖节节败退，最后被逼到了角落。虽然此时还能够继续挤压冥河老祖残魂的生存空间，但是李长寿稳了一手。师叔，差不多可以了。通天教主手起剑落，将冥河老祖残魂于红莲花瓣的一角径直斩出红莲。不等冥河老祖的残魂破口大骂，多宝道人及时出手，激起一口丧魂鼎，将冥河老祖的残魂直接炼化，又将刚刚斩出的红莲本源之力取回，送回到红莲之内。众截教弟子有些紧张地盯着这一朵红莲，李长寿念起静心咒，帮那书生魂魄平复心境。12品业障红莲安然无恙。成了！赵公明满是惊喜地喊了一声。那书生化作3寸高的小人儿，在红莲边缘露了个头，心有余悸，不断地发抖。李长寿对他拱拱手：“恭喜道友。”一位仙子喜道：“咱们截教也有镇压气运的宝物了。”琼霄也道：“师尊，快试试这红莲有什么效果。”此次长庚功不可没，定要好好奖赏。你们看好了，这红莲有吸纳业障之功效，可借此镇压教运。起！教主一声轻喝，红莲在旋转之中缓缓升起，那书生的魂魄被拉回红莲正中，与红莲相融。下一瞬，一股股黑气自四面八方涌向红莲，既是截教线的业障，也是截教积累了这漫长岁月的劫。一波，两波，忽听轰隆雷声，碧游宫周围突然出现大片黑云，立刻对这红莲挤压而来。赵公明失声道：“哎呀，糟了！这朵红莲压不住咱们的教运。”李长寿也面色大变，皱眉仔细感应了一下。通天教主此时面容有些严肃，目中剑光掠起，却是无比果断，飞身抓向这一朵不断乱颤的红莲，但是为时已晚。碧游宫中爆发出一道浅红色的浪潮，在这小世界中远远荡开，冲垮了一座座峰头。这一片狼藉的碧霄宫大殿中，李长寿隔着身前重重人影10数道光壁，看着高台上的通天教主。通天教主此时的表情略微有些无奈，注视着左掌之上那飞速旋转的10品半红莲，又看了眼右掌那一脸茫然的书生魂魄。这位没什么架子的圣人老爷面容也多了几分肃穆。此时书生魂魄上下通红，身体不断的膨胀缩小膨胀，仿佛随时会炸掉一样。有通天教主护持，自不会让他真的出事。李长寿的心底却在连连赞叹。先不论刚才红莲崩溃爆炸时的艺术性，这些截教众仙出手当真是狠快准稳。在红莲爆发，通天教主出手的一瞬，李长寿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抓住云霄的胳膊，呼喊屠老大救命。但是他刚要抬起手臂，面前金光轻闪，云霄已经是持着混元金斗挡在他身前。几乎只是瞬息，赵大爷的定海神珠、金灵圣母的4象宝塔、琼霄的金蛟剑、多宝道人甩出的10多件防护灵宝，齐齐出现在李长寿的附近，让李长寿的面前多了10多道防护，3、4道身影。这若是一人反应速度如此迅速，李长寿也不会太惊讶。让他震动的是，几乎在场所有的截教高手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做出了正确的应对。截教教风恐怖如斯啊！一看就集体钻研过，3元会斗法，5元会杀敌，真实战力几乎都在各自道境之上。怪不得原本的封神大劫中，经常有截教高手以一敌众而不落下风的情形。当然了，反应最快的还是通天教主这位圣人老爷。红莲爆发的一瞬，
在场各仙面前都多了一道剑气，而通天教主一手摁住红莲，将本该完全爆发的12品红莲之力强行镇压。刚才荡出去几乎毁了半个小世界的浪潮，不过是红莲业障之力的余波。一手镇压这般重宝，圣人之威彰显无疑。师尊，多宝道人收起撒出去的防护灵宝，忙问：可是有人算计咱们？通天教主耸耸肩，看着面前的红莲，笑叹一声：是咱们截教教运已远超过他能承受的极限。这几株12品莲花都是当年混沌青莲尚未成熟的莲子所化。照今日这般情形，想要镇压咱们的截教教运，当要那株混沌青莲唯一一颗成熟莲子所化的32品青莲，才可镇住咱们的截教教运了。可惜那青莲已自解。今日之事倒是都在为师预料之中。长庚，这人族的魂魄与红莲彻底分离，红莲自身也已残缺，不会继续崩解，用不着这魂魄了，你且安顿一下。是。李长寿答应一声，忙从人群之后转了出来。刚才并非是他躲回去的，有太极图玄黄塔在身，李长寿当时想的其实是护住云霄仙子啊，不过是就是这个手慢了一点，反倒被截教仙人们给护起来了。真小师弟待遇。李长寿走到台阶近前，将一脸茫然的书生魂魄接了过来，掌心金光涌动，一缕缕功德包裹书生魂魄，将其内的业障融化。